好，大家好，我是梅大师，咱们又见面了啊！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啊，叫 William。画面左边是主持人 YouTuber 梅大师飞跃美中，画面右边是他采访的大陆的一位大叔。这位光头肥胖笑眯眯的大叔，疫情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带着家人到达大马。他是如何协调各种资源办理第二家园的呢？他如何平衡父母、家庭、工作、教育等等？他怎么做取舍？还有什么遗憾呢？我们给他一个机会说一说。这次是最全的版本，时间有点长，但是分了章节，你也可以2倍速听。关系年龄也比较相仿啊。那么今天邀请 William 到我们的这个频道来做客，因为我聊下来发现说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因为他也是就是从国内跑出去的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位啊，然后呢跑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听听看 William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好吧？好，你是说到马来西亚这个情况吗？就你自己的情况和你就是怎么会到马来西亚啊？行，我自己其实。我想没有太多的特殊性吧。我好玩的是呢，我是工程师出身。工程师出身呢，我先做了4年工程师，然后呢做了8年的猎头，都是在半导体行业。最后呢，我又在创业公司做了将近6年，然后负责整个公司的。反正我说啊，其实大家不要管的都是我管 ，HR、行政、IT、Marcom，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采购，那到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它是很多因素的一个促成吧。这说起来说不完，这个有很多很多因素，但我们自己啊，就是比较熟悉的人，我告诉他的答案和不熟悉的人可能是2种答案。不熟悉的就说，哎呀，混不下去了，我们想走了，那比较简单，能够说清楚。比较熟悉的呢，我就说，很大因素还是和疫情的封城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我们感觉对我们的历练好像这辈子就已经够了啊，不希望再被锻炼一次。我插一句啊，你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我们是2023年1月22日，那天是大年初一。那也就是我们要选啊，我们22年下定决心，都办好流程。那我们要选的时候说，那又要早。又得要这个跟家里人好像把春节给过了，所以就跟家里人把年夜饭吃完以后，第2天就走了所以你是你太太还有小朋友对吧？对，我们3个人或者我大概11个箱子，差不多有500磅的东西，这是一辆飞机。我现在还把机票，然后那个托运单把它裱起来，放在一个画框里，放在进门的地方，就是所有人回来就看要记住这个事情。哇，所以你是在22年上海封城的时候，去动的这个念头吗？还是怎么样的？差不多，因为之前呢也或多或少啊，但梅大师，因为你接触过很多在国外生活的人，你会，我想大家有这个体会，不觉得奇怪？就一个人有想法、起心动念，到他说比较认真的考虑，再到他愿意付诸行动，每一步其实都是巨大的一步，是很不一样的一步。基本上光说的人，我可以断言他是不会出来的。就说女生总是说自己想要顺产的，没什么行动，他多数到时候就是剖腹产，走 easy way。他不会就是说去做一个难的事情，那我们呢就说那个对我们的触动最大，应该说原先是有过思考。OK， 那么我也想来问问看你啊，就是说从你动的这个念头到你就是你当中肯定还做过 research 了，对吧？因为也不会莫名其妙说我怎么买个机票就来了，你肯定还是多多少少要 plan 你们这么多行李，包括你家里有小朋友，对吧？我们聊下来，你小朋友还要读书这种事情。因为不像我有的朋友跑到国外去，他可能就像我们之前频道里来的耶利，他跑到国外去，他因为他家里小朋友已经自己独立了，那么他就可以放下了，对吧？也不是在读书。那你们这种还有小朋友转过来读书，这个你要考虑蛮多的，包括比如说你自己有没有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对你这种 support。所以你这个一路上心路历程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看？因为很多人都想，但是真的像你这样踏出实际行动的其实蛮少的。那你一位，我们之前频道里面也你有一位我好像知道，目前就这2个人。我想可以拆解一下您的问题，一方面就是你怎么
做选择下定这个决心。第二呢是怎么取舍，因为你有这个想法以后，有些人会被他的取舍的这个部分给锁住了。我们经常听到的理由，也就是说，哎呀，因为什么，包括说这里面就你讲的父母、房子、教育等等等等，他说我不能离开。那我们在此之前应该要回答，就是我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的？就您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嘛。那在这两个之前，我想再补充一下，可能对你后面我从你的角度考虑啊，提问有帮助。因为我们在那个除了疫情，我觉得是最大的推动。那本来呢，我太太也在考虑，他们是一家外资企业，她要不要去这个亚太去工作？因为她本来就被 promote 到亚太，他管整个 Asia 的 legal，那我们呢公司也在这个海外，在马来西亚有设过一个 office。我们碰到的问题呢，除了说生活上感觉比较压抑，还有小孩的教育跟国内的体系感觉格格不入。那在这种诸多的因素之下呢，在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再回到您刚第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做起来反而不是说要去把一切都想得很全，我想的是一个最快的路径。就是我把那些关键路径想明白以后，就走了一条最快的路。在这些选择里面呢，我们本身就想，万一我太太未来还可以在去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工作，那这个也是一个选项吧。因为总部是在这个他们在新加坡，他们在马来西亚呢也有 office， 我们公司也有在马来西亚有个 office， 所以我们先圈定这个地方，就是不是新加坡就是这个马来西亚。那听上去好像就那时候是坐井观天，就觉得有可能马来西亚我们能够保住工作的可能性反而更高一点。这个是这么考虑来着的。然后呢，我们自己啊，在2019年的时候去马来西亚旅行过一次。虽然也没有去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吉隆坡的地区，去的是槟城，但是对马来西亚本身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所以就是它不会形成我们阻碍我们来，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可行的点。第二个就是我们走的快速路径呢，就是考虑，我们想快点出来，一刻都不想再等了。那么哪里最快？好像您的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想的，对吧？他去日本什么经营签证啊什么，我们就是看，我们当时知道说泰国经营签，那泰国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一个选项啊。当然我们有考虑这个问题。那第二呢，就是马来西亚，好，所以呢，我们就相当于这时候已经把马来西亚推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了。那我其实是关注一个影响权，就是我怎么样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做成，反而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多高的功夫。所以呢，我就拿我原先学的这个项目管理的所有的知识经验啊，因为我后来念了一个在职的研究生，就是项目管理。那我就找代理，不同的代理，很快比完以后确定以后，我会拉上所有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都能帮到我，然后他们互相交接会出错的人拉到一起开会。我说你们跟我一起，一定要放在一起开会，我把它流程全部写下来，哪些地方容易有风险。我说这个点我不希望出错，你们提前告诉我哪里最容易出错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比方说做一个双认证要2个月的，我绝对不会说你等到那天你再告诉我，我再等2个月，我现在就要去做，然后这2个月时间完全是可以让我并行的去做其他事情。那我们做的几个关键动作呢，第一呢就是要做资金上的事情，所以我去汇丰办了一张环球的卡，就是那 Global Premium 的卡了，那个是在中国是50万，那我们再打通的是新加坡。这是一个事情，我说在资金流上。第二个事情呢，小孩也是几个学校，尽快的就让他去考试嘛，拿到一个 offer。因为你知道我们做整个行动的，我是9月底启动这个项目，10月份开始主要是做，等到12月差不多了，拿着学校的 offer 要去这个更新小孩的护照。因为他小孩就5年嘛，要去更新他那个护照，可是连这个公安局都去不了的。先电话预约，再现场预约，再怎么就都差不多能写一个攻略出来了。就跑进去后一个人都没有的，就几个人在办事的这种状态，上海。对，那记得那个时候办护照蛮难的，对吧？国内非常难，不让你办护照，因为他基本上不建议你出境，好像说非必要出境。对，基本上就是连预约一个号都约不上，你可能10几个区不停的去轮换，去微信试完是这个支付宝，然后这差不多。我呢就是工科出身，反正这些我做过的事情我都写了 SOP 了，所以回头看看觉得挺好玩的。我们都是走这些最短路径，工作也是的，就我们没有给老板太多的选项。我说你看6年来我没有提过一个要求啊，现在我给你提一个要求。我说这个换个地方工作，对吧？然后我又说你看我们公司也有其他人是在海外工作，就没有给老板 say no 的机会，那他只能第2天答应我，所以我们是这样做的，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走最短路径把它走通就好。所以你们现在到大马签证是什么样的签证？
我们在大马呢用的大马呢是一种叫第二家园，它的缩写呢叫 MM2H， 它 stands for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比 PR 要差一点，但是大马几乎很少有 PR， 它类似于一种长期的移居的签证，是一种长期签证，类似这样的，就每5年 renew 一次，你只要符合它的条件就可以出来。那么，我想说，这样的签证，你在现在大马你待了应该有1年了，对吧？那这种人拿这种签证在大马，你觉得多吧？不多的，整个人数的话，它法律规定啊，不能超过他们常住人口的1%，也就是整个大马历年办下来不能超过30几万人，每年的申请量可能就是在以万这个数量级为级别的。那如果我在想说，如果叫我去做这个事情啊，我太太肯定不肯什么这个没有安全感，对吧？什么5年要搞一次 renew， 那你说是 renew 啊，但renew 也不一定 renew 给你呢，那你前面不是都落空了？我估计我老婆肯定不肯，所以你们还是获利蛮大的，这样清楚。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从一个反向思考的，就是我们不要什么。我们把这个问题缩小以后，好像马来西亚也不是最重要了，有没有工作、教育、父母这些，刚讲的第2层次取舍这个层次，也都变得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说，是否要离开？如果是想要离开的话，那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离开，就要去一个能去的地方，就是这个问题就简化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那回到您刚刚讲太太这个我打个题外话哈，就我们身边接触下来，我们经常劝别人离开的人里面，倒是先生被锁住的占了大多数，往往是男生拖后腿，是占了大多数。是吧？这是一个题外话。不过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是直到现在，我太太还是觉得说上海日子蛮好过的。是这样的。对，就是其实确实啊，你们夫妻2个人就有同样的想法，这个很重要，对吧？因为我就是比如说一个愿意啊，一个说我还是要工作啊，或者我还是要事业啊，还是说有人说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毕竟上海这个你们是混不下去，其实。对，我们其实工作还蛮好，应该说，就我们也工作到一定的层次了。对的，但我们也就回答我刚才讲的这个最小问题嘛，我们就问过自己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俩互相都问了对方，就是说，如果我们连工作都没有了，还愿意出去吗？我们都觉得是愿意的，因为当你排序排到这个最小问题的时候，你就抛开一切。比方说我太太想出去，她说那我说的极端一点啊，这个是直击灵魂一点，就是说如果离婚，她一个人出去，她愿意出去，我觉得她也是愿意出去的。但她比我要决绝，我当时还有点妮子个的上海话说，就是有点下不了就哇，我觉得都好像好不容易拼搏到这个程度啊，创业公司对吧？我去的时候40个人，现在已经变成几百个，当然回到那个节点，我们来讲，半导体还是非常火的。是一个很多公司在蹭创业的，我们做到这个份上了啊！这个股票都有那么多，你跟我说要出去，那我就干嘛啊？倒反而是他这个下的决心要大。那么我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我们为什么愿意出去，是因为我们都想到这个份上了，就是我们把排序已经排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就会做这个选择。这个不过真的是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因为我其实在我之前的视频里我也提到过，我觉得我出去还是怎么说，我放弃蛮多的啊。现在以前我在视频里面讲到说，中年人要移民，对吧？要放弃，要牺牲很多。结果有一个网友就说了，他说你用牺牲这个字呢，其实你本身已经有点心态不平衡了。所以我觉得那就不用牺牲了啊，我就放弃一点东西啊。但是因为你也理解，就是说怎么说呢，甘蔗不能两头甜，你不可能所有的便宜都让你占，对吧？国内所有的便宜都让你占了啊，国外的便宜都让你占了，哪有这种事情？你以为你是谁，对吧？我们也只能说，到我们这个年纪，什么是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啊？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小朋友读书，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也不是读书吧，就是他成长的环境，我希望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成长。那么我愿不愿意为了他这个成长的环境做一些付出？那么我问自己说，我说我是愿意的。那么我太太这样的话，她也愿意的，所以我们就后来就relocate到美国去了。而且呢，我其实不瞒你说，我们当时跑到美国去之前啊，我讲给你听啊，
我太太本来是挑战我，她说你到美国去能干嘛？然后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能去干嘛，但是呢，我说凭我这个样子啊，我想我是在美国不会饿死的，你们跟着我也不会饿死的啊，我是这样跟她说的。我说我哪怕洗碗洗盘子，我到美国我也可以洗啊。结果呢，发现啊，到了美国，不是说不能洗盘子啊，洗盘子是能洗的。美国也是有一些工作，就是 labor 的工作是可以做的，但是呢，发现还是回来干原来的老本行挣钱快，所以呢，就是依赖过往成功路径，所以过往几年其实我一直还是用原来的方式挣钱。这个就我不知道你对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吗？因为现在你们也是40岁的吧？40啊，那后面路还很长了。对，我们首先我个人感觉啊，我觉得用牺牲倒也无妨，因为牺牲的意思就是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不理智，它只是讲你为了要做这个事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嘛。那当这个机会成本显得很大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牺牲。很小的时候，我们恐怕就不会这样去说嘛。那我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就你比方说我们的横向这个横向的列上面，我都写好不同的目标，到底什么对我最重要嘛？身体健康啊，到底还是小孩教育、家庭、夫妻关系、父母。赚钱当然也是，纵向的也是，好，你就可以把它去排序，我这个目标跟其他所有的目标去比哪个重要，你把它这个表格都比完以后，这叫目标矩阵，你就知道对你到底哪个得分高就是哪个重要。那我们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我区别于其他人呢，就不是嘴上说，就确实就是觉得我们的自由最重要，身体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教育的自由，这个我们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哪怕是在金钱面前，也愿意放弃其他的东西。那其他人有想法，他们没有去做呢？我觉得他的排序实际上就是觉得这事儿不重要，赚钱更重要。虽然我觉得他是经不起问的，因为我同事为什么说 OK， 好，假设公司上市了，你很有钱啊，现在也解禁了，你有上亿的资金，那你要干嘛？他说我要买房子啦，我要环球世界啦。我说那为什么不是现在呢？这后话哈，因为我个人对赚钱有另外的理解啊。我觉得赚钱上班上钱赚钱不是一个效率特别高的事情。回到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去做的，但是我走了跟您不一样的路径。就当我完全放下以后呢，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关于赚钱，我有我的一套歪理吧。我比较我比较认同的是罗伯特清崎在《穷爸爸富爸爸》里面说的啊，就是工作有4个层次。最下面一层是打工嘛，好，这个我做过了，刚毕业就做了，这创业公司也算是做，对吧？第2层是 specialist， 用你的专业赚钱。您是这样的，我觉得做猎头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嘛。你们要是做猎头也是一样的。这2个有什么区别啊？我想了一想，第一层呢就是叫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地点出现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为他工作这么久，你才能够赚到钱。而第2层呢也是固定的，但是呢你有选择的权利，你有 say no 的权利。比方说我以前做猎头的也是，我们做一些 CEO 啊或者 VP 啊这种职位，我觉得我一周大概每天工作4小时就足够了，还一年可以有3次的度假，我可以选择这个工作，它赚钱的回报会更好一点。第3层呢，就是你自己有一个品牌，让这个系统来为你工作。好，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到了马来西亚做的事情。虽然这个事情很小，但我觉得它开始了，就是 YouTube，就是 YouTube，因为 YouTube 是个品牌，我的节目我觉得就像写了一本书一样，因为它未来哪天流量起来了，它照样给我带来收入嘛。那我做的时候，我也抱着一种像做艺术品的这个概念，就是我要挑破脓包啊，揭示大马的真相，让马来西亚人都觉得，这个马来西亚我没看到过啊。那它有一种像当代艺术一样的，就是观者、创作者大家一种合谋，重新来理解这个事情。第4个层次我也从来没做过，我觉得我到了马来西亚被打开了。因为我出来之前，我找一个 CFO 聊天啊，一个 CEO， 但他是 CFO 出身，我说我可以做什么？他说你干嘛不做一些投资呢？哎呦，这个数字东西我不懂，我工科出身，技术我可能了解一点 ，HR 我了解。他说你看你经营，你在公司里面做也算是管理团队啊，你在半导体行业待过，你又是理工科懂数字，就差一点点，你去学一点财务的东西。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可以做投资，我就自学。还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是我的贵人，他点拨我说你应该去自学 CFA。所以我现在每天5点半起来就自学 CFA， 我觉得我懂一点，我就开始参与美股投资了。
所以我觉得1、2、3、4，我现在到了马来西亚反而变成一个事情的反面，我在做的是3、4层。那么第2层猎头呢，我确实就像你讲的，我也慌嘛，也慌的，所以我每次回国呢就见一些朋友，我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对吧？或者我给你提供的怎么样的创新，我就变成我的 Plan B。只要如果第3、第4层赚钱很慢的话，然后这里又需要钱的话，那么我就启用第2层。但我跟大家讲，我绝不会再回到第1层，我绝不会再回到企业上班啊。这个我现在的目标就是3、4，不行嘛，我加个2。那讲到这里呢，马来西亚又有个独特的优势，因为马来西亚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 LP 的会议，他们称为叫投资的洼地啊，反正有一个术语叫contrarian bet， 类似就是说是一个洼地不怎么被注意到的这个选择。总体生活质量很好，但生活成本呢又几乎是上海的一半。所以我想，上海我们俩假定不工作怎么样？我们可以躺20年，我过来我躺40年，那我休1年不行吗？我干嘛要那么慌呢？谁告诉我们这个生下来就得工作到老到死呢？我这个生活 lifestyle 不能换一换吗？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所思所想啊。这个因为我们也常常做节目告诉别人，所以话讲到这个就激动。对，你其实讲的这个东西，我是看过你视频的，然后我也看过你视频讲到这个，我包括前2天你好像视频里面还有一集，就跟你太太2个人，好像你是一边开车的吧，一边说你们是怎么挣钱的，现在被动收入啊，什么半推半就啊，什么我特别看了你的视频，所以我们也帮这个威廉一定要打个广告，就是威廉他那个频道叫大马生活家。对，这我也当仁不让啊，因为这个要开拓一下美洲市场。我觉得这个视频蛮好的啊，因为我其实对马来西亚的我没有去过马来西亚，我当然在吉隆坡转过机啊，这个不算到过马来西亚，但是呢，我原先对马来西亚的概念是这个地方是治安很差，因为我以前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说，马来西亚不能去的啊，这个治安很差，所以呢我也没去过。所以呢，我就被人灌输的一个概念就是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治安太差，所以我其实对马来西亚一无所知。我是看了你的视频，我稍微知道一点马来西亚当然什么槟城啊什么我也知道，但事实上是怎么样的，我其实通过你的视频我了解。我觉得这也是庆幸的地方吧，因为坦白讲啊，这有马来西亚本身的问题，因为他对外的宣传主要停留在我们相对小的时候90年代他讲的叫 Truly Asia 那个广告。但像我们长期生活在单一民族，比方生活在大陆都是汉族，我们其实不能理解什么叫 Truly Asia。他引以为傲的是，可能您到了美国就理解，他多元文化真的能够带来创造力、包容这些，只有生活在这里才可以了解的。那他更有呢，是我们自己一直生活在中国，就是思维比较狭隘，说不好听啊，很多人不爱听，就是会有一点井底之蛙嘛。那大家生活在海外的人应该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啊？那综合来讲呢，就是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价值的洼地，这反而是变成一个我们值得庆幸的地方。叫你投资，你现在买的这个2018年的特斯拉好了，或者2018年的英伟达，那它才会有10倍、100倍成长的空间嘛。那你现在再去买比特币或者那顶破天，它也不会到10万美金也就翻倍啊。所以我是这么想。而马来西亚呢，确实有它非常好的独特价值，可能我几句话就可以把它给说的比较清楚。第一呢，就是它离中国不远不近，就4个半小时到5个半小时的飞行啊。第二呢，它没有时差。就是小的，大的呢，它有华人社会，并且对中国和中华文化极其的认同，甚至于大量的保留。像这里，哪怕是一个非常 modern 的市中心的停车库里面，都有个土地公公的庙在这里。然后，华人做什么过人日节，他们这个要捞生等等很多舞狮这些保留还发扬，变成它独特的。这个是我们都丢失的，它都在这是第3个。第4呢，饮食，它的这个饮食文化是以中国南方系为主，海南、广西、广东、客家人、福建为主，本来就好吃，选择有很多。最重要的话，它的成本比较低。我分析过呢，也不说没有来由的低，除了国家对石油啊、电力啊这些补贴之外，它呢，很重要的因为房地产便宜，所以你看啊，房地产便宜，东西就便宜，因为一切东西都是建筑在这个商场在屋子之上的嘛。停车费可能你哪怕在双子塔下面停3个小时，7块马币，在路边5毛钱，那这导致说它一切都很便宜，它买东西啊也便宜，所以就是它不一定就是说它的质量达到是最好，但是跟成本一除的话呢，它的叫 quality of life 是最好的，至少对我们可以有的选择来看啊，是一个不错的吧？我觉得应该正确的来讲，就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除非你特别在意说这个路不能很破啊，什么那个。
其实你跑到美国很多路也很破你可能也就在东南亚很多地方是好一点的就我说的大型的这种城市像什么东京什么可能新加坡什么好点，香港好点，那其实美国也不行的。所以你这个说法让我想到，我有个朋友，我不知道你认识吧，就是他也是 YouTuber 吧，是坤哥，他在曼谷的，前2天也在我们频道里面讲过的。我看他呢也是长黑宁，夫妻2个人原来是 SMG 的，你知道说上海人都知道 SMG 嘛，上海电视台的。这个我以前说他叫金饭碗，后来人家评论说这个电视台现在已经不能叫金饭碗了，顶多叫铁饭碗但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蛮好的饭碗，体制内的你就是不犯错，做到退休可以这种。他们是蛮早的，他们是2017年，他不是因为疫情出来的，2017年就跑到泰国去了，那么他选择泰国其实也是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那天说的嘛，就相对来说在泰国成本就比较低，那你比如说你要上国际学校，你就更便宜，对吧？其实我听到你这样说，那么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其实也蛮相像的，虽然2个国家不一样包括泰国也有很多的华人，对吧？泰国其实饮食结构也蛮相像的，时间嘛，飞机长度嘛也差不多，基本上就这个情况。泰国有1个小时时差。对，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节省本身有重大的意义。你比方说，我少支出一半，我可以多驱动生活的时长多一半，多1倍。还有个好处呢，就是支撑我们不工作的时间很长，我可以 enjoy life。我们身边确实，我理解这种现象，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去好的所以像我们一样生活水平的，他肯定就去美加澳新了，甚至比我们差的他也去了，因为他觉得说我哪怕在任何地方，就他的条件是这样想的，我能够明白这种想法，就是我以做底层的态度去到哪儿，我能去到那个国家最好，我就去那个地方但我们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这个要求不是太高，但我在这边活得最好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这个想法不一样不然我这个帮朋友算，我说我给你5000万你都不够花的，以8%的通胀来看的话，可能要不了10年，可能9年左右，你的资产就降一半，再加上你花掉的，我给你多少你都不够花的。你在那些地方，你始终要考虑工作的问题。对，在美国，其实你如果不收入的话，那就是你心慌的。我不瞒你说，我在2020年，就那个时候不是国内有疫情嘛？是影响很大。疫情嘛？我就2020年我1整年没能回到中国，然后就是我是因为做培训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就是我如果活停了，我就没有任何收入的，所以1整年我没有任何收入。其实我当时是蛮慌的。当然我地主家还有余粮了，问题也不大，对吧？但是就你眼见着说1年没收入，其实对我家的影响是蛮大的。然后我当时正好我们就是有几个我们同行，我们几个朋友都是在北美，有的在澳大利亚那个加拿大，有的在美国。然后那么有几个这个人呢，就是也一边做培训师，他还做就是 coach 教练的工作。我们就开一个 Zoom 会议，我们每周开个 Zoom 会议，几个人说我们就互相来 coach 对方吧。结果呢对，因为我们本身做这个事儿嘛，就是自己 coach 自己不行，还是要别人来 coach 你所以呢，当时我就记得正好是我们就随意组合，我跟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女的教练，我们搭配，那么她来 coach 我我就讲到了说我现在心里发慌。然后呢，他其实还蛮有技巧的，我发现说他后来问你的说，你有没有想过最差会怎么样？想了想说最差我去吃低保。那这样会怎么样？做也不错，也还可以。而且即便我最差吃低保，我可能我的日子还比我的邻居好过，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房贷是没有还清楚的。像我们中国人跑到美国都是全款买房子的，我没有车贷，没有房贷，我还有存款。可能我整个 neighborhood 里面，我们其他的如果不是华人的话，其他的这种老美什么，他们还有大概20年房贷要还，他们每个月车的 payment 还有很多，他们如果失业比我，他们也没有，可能也没有什么储蓄。我这样想说，我就感觉好很多了。所以我就靠着这个阿 Q 的精神，那1年我就这样 survive 下来了。
哎，这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也是帮助我们重新去思考，真的是生活和金钱之间的关系嘛。好像比尔盖茨曾经说，成功是一个很糟糕的老师，因为他们告诉我们只能按照原先的那样去做嘛，也就类似您讲的这个路径依赖。其实活法有很多，你像这里也是啊，在马来西亚，核心的民族是马来人，他们是我哪怕练个摊、摆个摊做生意，他也是我只赚到今天的钱就好了，因为他相信说 it's between God and me。这个事情会有人照顾我的，我不需要那么担心。当然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呢？我是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啊，良善的社会，你就应该是让一个资质不需要太聪明的人，以不需要太努力的态度，可以让自己生活的还比较有尊严。那这是一个基础嘛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啊，就是画一条红线，反正到了就去努力一下。不过凭良心说，像你这样的想法啊。其实不多，真的不多。就是我周围我没怎么看到这样的。是，我也觉得很孤独。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正常啊。就是你碰到上海的 lockdown，你会觉得很难受，你不能说话，你应该是要觉得很抑郁，对吧？大家对此表现出来的无所谓，长辈就算了，因为他在一个那种集体主义狂热的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身边反而是。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多。我回去问我的朋友，不翻墙的都大有人在。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或者比我们小一点的，这是我觉得可能啊。你感兴趣吗？你不知道，这应该是什么样吗？他不在乎。当然 ，anyway， 我现在管不了太多人其他的想法。我们只为自己。就是站到40这个档口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感到这种 lonely 的感觉。在原先可能我们接触了比较长时间的集体主义教育，我总觉得价值观都不在少数啊，大家都想的都是差不多的。现在我都是经过一小段感觉很特别的阶段，现在开始有点适应了，开始切这个就是那种有点窃喜，好像我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我是对的，产生一些定力了嘛啊，界定会。那我也问你一个相对私人点的问题啊，你怎么去？你家里肯定有人跟你说，哎，这个不能这样做的啊，你怎么去来说服他们，或者说怎么跟他们达成一致吧？不一定说服他们，就这件事情上让他们就是至少不那么反对你吧，因为你知道说，虽然成人了，对吧？但是你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父母啊，或者亲人啊，或者我不知道你太太家庭的。那些个亲人啊什么的，他们对这个事情的 support 程度是怎么样的？我想更多的就给他们一种，这不是一个选项的这种感觉，就是就我们是下定决心的，不是闹着玩的。但我们每次回去到现在他们不支持，但他也了解我们的个性。就我呢是这样的，就是我比较温和，但我爸呢，我爸妈呢也是，从大学开始就不怎么管我了。就我虽然是温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他们也知道我都开始自己做决策，然后我并不需要他们这个干预太多。我太太呢比较 sharp， 也比较这个刚烈一点，那么一样达到了效果，就是他爸妈也知道说，我看来是说不了他，所以回去呢，老人总是悄悄的跟我们小孩说，哎呦，你看中国都待不好，出去能好吗？啊，这个懂的，反正就是那套话，但至少不敢当着我们说。我们呢就是做到了第一呢，你必须要非常坚定，把自己顾好。就我们来讲呢，也不是说不照顾老人，但是我讲一个大逆不道的话，这个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中分享过，一般人我也不会跟他说，就是你这个选择题做到最难的时候，就当你父母和你自己所需要的自由，你必须也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还是选自己。我这人只有把自己先顾好了，你才有能力把父母顾好。就你如果但你如果拿父母拿出来作为，我这样讲有点刻薄，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是他的价值观，他觉得必须要把父母这个顾好的。但我觉得人你这个选择很窄的时候，你也只有先自己，然后是亲密关系，第三是亲子关系，最后再把父母加上去，然后你的链条再是越扩越大。就我们有非常清楚的顺序。其实我想啊，就说对于大部分父母来说，他们如果让他们有选择的话，他们也是愿意选择说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对吧？因为我们现在都做父母了，我们也可能能这样体会，就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的小孩长大了，我也希望他说，他如果说好，他假设某一天我们在美国长大，他真的说他回到中国去，他说我太幸福了，我就愿意待在中国了，
好吧，那你就在中部去了。那或者你哪怕你到印度去，你到非洲去，你说我在非洲津巴布韦这种地方，我待得太好了，我愿意待那儿，那你就待那儿了，对吧？那你自己感到幸福那就可以了。就做爸爸，我也只希望你日子过得好一点。对，我觉得我们这代身上应该已经不太会发生。也不是所有的人哈，但是很多人就不太会有这个问题了。我们知道，我们对小孩只有短暂的经营权，没有永久的经营权，更没有所有权。就他虽然父精母血，但他是一个独立个体，他会长成一个我们都没有为他设计过，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才是对的。他说做我们的复印件，一定是越复印质量越糟糕。这个，所以你们还是我该用什么样形容你这样的这个特立独行啊？这个也不叫特立独行，但是还是有自己思考的。因为我觉得说，在我看到的中国周围这么多的人当中，其实有想法的是有太多的人，真的是有这样，就说你把自己的，就像你刚刚说的，认真的把自己的价值观做排序，然后做出这样的决定，最终把这个决定付诸行动的，其实永远是少部分。这个排序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因为不是有一句管理的话叫你衡量什么你就获得什么嘛。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浅层的理解就它像 KPI 一样的，我不停的去做，我衡量东西，那大家是以金钱为度量。但第二个呢，是它让你去重新思考到底什么对你重要。但你重新把这个 measure 把这个度量也换了以后呢，这种排序是我觉得我说很吓人，就体现在你排完以后，你会突然会发现你所在做的这个事情有可能是错的。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赚钱效率很低，很少人知道。我们也不是工作了将近20年才反应过来嘛。我觉得说，你看啊，赚钱，第一，它在金钱的维度上要扣税啊，你可能赚100块钱，70块钱落到你的口袋，对吧？我用数量算给我那些工程师朋友，因为他们一讲到数字就敏感啊。我说第二，它有个时间的税的效应，你想过没啊？我说你赚这个剩余的70块钱。打7折你觉得需要吗？就你比方说你赚钱是为了买房、环球旅游、滑雪或者照顾小孩，那他要过掉一段时间你才能达成这个目的，所以在时间效应上我再给你打一个7折。那么很抱歉，你赚100块钱可能只有50块钱够你花的。金钱但是说本来就有时间效应，好，对，那么只不过大家没有这个度量，没有一个单位叫金钱乘以时间。假设有这个单位，我再去看你赚的钱的话，我说效率太差了。你这个事情，假设我今天只赚50块钱，那我马上花在小孩身上，花在家庭身上，是不是挺值的？我何必要哼哧连家人都见不到的赚个100块钱？然后过几年才能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身体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啊，大部分人对吧，其实还是有怎么说呢，还是有不安全。所以他就是可能啊，中国因为就我可能比你在年纪大个几岁，但是我们回想我们小的时候，虽然上海算全国条件最好的，但是我小的时候家里也不是那种就是像现在那么家庭都是那么富裕了。我们也经过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经过那个买东西要粮票的时候吧？没有，我小那个我是83年，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没有了。对，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还有买东西要粮票，我还见过那个粮票，对吧？还有那个时候有乡下人到上海来拿粮票跟他换什么塑料椅子什么，这个我小的时候都有这个印象，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物质匮乏，所以人可能是因为穷，这个东西会在你脑海里就是形成一个 DNA， 然后呢，你就很多时候你就有缺乏感，然后你就有不安全感，你就要存很多东西。那就像老人，我们上一代对吧，多多少少每家里面老人都会就你看他们平平安安的在这里不肯扔掉，那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就不知道哪天有用，而且如果哪天他真的拿出来一个东西很有用，他会很高兴的。你看我还存着吧，你们说要扔掉，那我现在有用了吧？就是他那个以前的记忆导致他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有些人其实他不敢于说我，比如说别说像你这样，就有些人甚至不敢于从体制里面出来。我前2天我在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聊天，是我前2天上我节目上一次我回到中国上我节目有一个我的朋友叫山木，那么我们在聊天，在群里，他就因为他是原先是在做那种设计院的，你也知道说设计院他们客户都是房地产公司嘛，现在房地产公司一塌糊涂啊，那当然设计院也一塌糊涂啊，然后他们就在聊说好像现在就是国内顶级的那个设计院
发现说里面一些设计师大概一个月就2、3千块钱，有的是从海外回来的，其实做起来应该学历也高啊，能力也好啊，但是就2、3千块钱，不死不活掉在那里，人家也不愿意出去。那么你说起来，你说你2、3千块钱你在上海怎么活？你根本没法活。但是呢，毕竟那个是体制，那个是一个国营的好的设计院，人们总是想着说，哎，我如果跑出去就跑不进来了，对吧？你跳出体制都很难，更别说你说我抛开我的就这么好的一个工作，就是很多人是做不出来的。对，我觉得人可能这也符合本我、自我、超我的那个比喻，就人你在做什么事情，还是由你那辆马车，就是由你的价值观所驱动的。我相对而言，我会更加乐观一点，因为我相信不管什么时候的烙印啊，我觉得人如果愿意的话呢，他还是可以改变的。很多事情都是一个短暂的，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贫穷的记忆也好，现在我们说大一点啊，像美国的消费主义的这种观念，你知道这都是在战后几十年的在刺激经济的制度下所养成的，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它习以为常、不可改变的东西，一定是可以改变的，而它本身形成的时间就很短。方法呢，就是要有一些清晰的自我意识，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今天我所认为的常识，所谓常识是不会变的，对吧？我们认为深刻认知说啊，这个就是我认定的事情。哪天你觉得这个我所认定的一定是错的，那我觉得我们这才有突破的可能。为什么？因为常识就是用来突破的，它是像一堵墙建筑，它建筑在我们今天的认知之上。那我只要超越我的认知，我的常识就会被打翻。我们甚至要以自己能够推翻突破自己的常识为乐，对吧？我这每天都问问看自己，我今年又推翻了自己一个什么我自认为是对的事情，那么他一定就会去变嘛。还有呢，就通过一些阅读，我觉得还是可以改变的。那这个点呢，要感谢疫情，疫情的时候就读了大量的书。你像以色列以前有个物理学家叫高德拉特，他写过一本书叫《目标》，他只开一篇就告诉大家什么叫目标。目标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对，那么你就应该可以反复做，就我可以在这个事情上加强也是对的。那比方说啊，有人说赚钱是对，或者体制内是对 ，OK， 那你可以追求体制，你当官、处长、科长，这个一路上去局长，是不是你的目标？你再想一想啊，或者那同时意味着照顾家庭、照顾小孩、教育，什么照顾父母，回报社会，在你来讲跟这个没那么重要。我们把它放100倍大来看，你还这么想，那说明你的目标是对的。不然你自己连这种质问都经不起的话，说明不是你的目标，那你就换了。我们也经过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说，哎呀，赚钱这个家庭到底什么重要的时候，哎呀，你想这个，当你很有钱的时候，你可能还要追求家庭，那应该是家庭重要，就能够这个选得出来。所以我呢认可大部分人，我是觉得这个社会的两三个 sigma 嘛，就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应该是维持一种固有的思想，没问题。但是他如果已经感到痛苦，那他应该尝试改变，或者说他尝试想想 ，maybe 我自己是错的。就有可能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对，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们以前在就是我们这种领域啊，培训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教练技术里面有讲到说 NLP 对吧？里面我以前去上过那个课啊，我印象是很深的，就是说那边一个教练说有一个说法叫谁痛苦谁改变。谁痛苦谁改变，就如果你觉得说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很 suffer，那么你就改变再包括说这个可以用到很多地方，比如说你一直看不惯你小孩你就特别痛苦你的小孩怎么样，那谁痛苦谁改变他不痛苦你痛苦，那你改变。包括你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你跟你老板的关系也是一样的，谁痛苦谁改变。那我再来问你说你现在觉得说到大马你觉得说还是你突破原来的观念，然后你觉得说这是一个你的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也来问看你有没有觉得说有一些遗憾，因为你毕竟你还是离开原来的环境对吧？那么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说遗憾的东西？我还真想不到什么那没有遗憾就很好吗？我就想不到什么，因为什么对我们重要，我觉得我们已经盘过一遍了。我觉得
所以你说有什么遗憾的？真没有哎，就一定要讲都非常小的，比方说不能常常吃到葱油饼啊、速食面啊、小笼啊，就真的就想到就这个而已。就我们回上海也都是去赶快补齐这些上海小吃的短板，其他我想象不到。没有东西吃吗？有很多，但这个是一种记忆中的，就是你如果回到上海，你肯定还挺想念这些东西的，因为我还以为只有像我美国大农村这里没有这些东西。他也没有。每年回到上海暑假，我太太、我小朋友就要去吃那种东西，因为我是没什么兴趣啊。第一，我对吃没什么太多的念想。第二呢，我因为也经常回来，也有的吃。而且呢，我们那个地方呢，跟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不一样。我们那个地方呢，就真的是大农村啊。洛杉矶、旧金山其实还有很多华人的东西，包括什么奶茶店，很多华人奶茶店都有。包括什么华人的餐厅啊，都开到那里，海底捞在那里都有，但我们这里都没有的啊。所以我太太他们呢，还是什么很想着啊，要回来吃点东西啊。但我反正我是没有这个特别这种念想。没有什么太多遗憾，觉得。你现在还回中国吗？可能每半年吧，就小孩他放一个比较长的假期，那我们就会一起回去个几周这样。对，因为你这里回到中国也比较近，对，很方便嘛，方便点，不像我们回去还倒时差，还那什么太平洋机票贵的要命。昨天我做了个视频，讲到机票下面已经有1万多的观赏量，很多人在我群里面就聊天讲机票的事儿，就是大家说起来都是伤心泪一大把，尤其是从北美，就这几年待在北美、加拿大、美国的，回去真是头痛的不得了，还是近一点，真的是有好处。包括我有朋友在日本，我美国买的经济舱的价格，他一半就可以买商务舱，从日本跑回到上海。哎呀，我想想就羡慕。对，这个反正这里还好，就像您回去可能要24-25个小时，总共好吧？我看有一次是吧？那个机票。对我们就还好，我觉得还好，可以忍受，4-5个小时是在可以忍受的界限。对的，对，上海。所以，而且我以前呢，到新加坡的时候，我新加坡的朋友，我有个朋友几年前他是有工作的关系，他就 relocate 到新加坡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在新加坡呢，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从新加坡往哪里飞都便宜。当然那个是疫情前啊，因为比如说往澳洲飞什么也便宜，往香港啊，往东南亚或者往日本飞啊，包括飞到中国都便宜很多。那我想在马来西亚应该差不多，可能对吧？因为我以前在吉隆坡转过机嘛，吉隆坡也是一个，吉隆坡是就 MH 的，就是那个马来西亚航空的总部嘛。对，它比方说像亚航覆盖的一些地方，它还行吧。然后到澳洲不是很远，但我们也查过，马来西亚去欧洲和美国就不是很方便了。就去美国可能还不如中国过去方便，一定要中转一下的，时间就会变得很长。但在马来西亚，反正我们如果不是出于商务的目的啊，愿意去玩的话，你不管是回中国，还是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啊，然后越南、泰国。这个新加坡，都有很多是免签的，也都确实非常近，很方便。就是它这些东盟的国家嘛。我再问看你们那个就是第二家园的签证，这个签证它，比如说管不管像很多人可能想问的说，比如说医疗保险啊，比如说比如说有没有养老的什么退休啊什么？是在这个签证里面的有吗？没有，就是它没有国民的待遇，它的本质是一个5年多次往返的一张签证，但是法案保证呢可以给你续签，条件呢是你要在银行投资，就要存一些款。那它的便利呢在于，比方说它可以让你带你的小孩、父母，或者哪怕你有佣人，也可以把他一起带过来，这是一个。第二呢，你可以创业。也可以置业买房子，小孩可以上学，因为马来西亚还有个独特的地方，就它的国际学校很多，像吉隆坡附近就100多所，各种各样的，这个体制的这个国际学校都有，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的，都有。
所以它提供就是这些便利，当然它也可以，MM2A 确实可以买保险。结果我们到了大马以后呢，就把中国的保险退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主要的保险我都买啊，人身的、重疾的、住院的，我也都买。所以未来呢，应该是可以覆盖。说的是商业险对吧？不是商业险，是在中国的话语语境里，商业险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年让你买了，明年可能是你的出险情况，或者它的条款变更，它这个险种可能会取消，或者就不让你买了，这叫商业险。但您讲的应该是指就是说是在社保体系之外，就是国内不是有医保吗？医保是，在国家的社保体系之外的，这个是商业型的，对，是我们自己买的，因为我们不能工作，我们肯定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保体系嘛，但你自己可以和这些保险公司买，反正你主要的住院、重疾还有意外，这个呢都是跟在中国买是一样的，是全球联保，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给覆盖，小毛小病嘛就去诊所，因为它是像台湾或者韩国那样，它整个社区附近都有很多小诊所的，所以也又便宜也方便。大概是这么来处理。这个其实也不错。那么他这种签证，他5年是一定再会签给你的吧？对。那么有没有可能最后变成永居呢？几乎不可能。坦白讲，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因为他这种签证啊，虽然最近又在做最新的改革，降低了存款。最低一档从100万马币降低了50万马币，然后呢，他也推出最高一档500万马币，说有可能给你 PR， 但实际上就因为卡在这个事情，到现在内阁还没有通过。原因呢，是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所以呢，它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它的移民政策上是非常保守的，和新加坡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几乎呢是不会让这个有太多的移民进来，要破坏它的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的架构和这个性质，所以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很少吧，有人的，有人有，你比方说像在河南啊、西北啊、云南啊那些穆斯林，他们本来穆斯林过来开了个拉面店，也交了几年税，再学一学马来语，那就有可能有人拿到。那你如果我倒问你了，你如果过几年你怎么想的？因为如果你没有 PR 的话，你可能就是一直是这个状态嘛。但是你想的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呢，我确实觉得说，移居是有这个问题的，移居是不能办 PR， 也不能转换身份嘛。对，但是可能我们也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像我们40岁以上到哪个国家都不是那么受欢迎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对，除非你是富豪哈，你这个像新加坡还是欢迎你。那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小孩再想办法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让他有这个转换身份的可能性吧。这个在计划里。那我们只要能够，在那天那个我们跟在泰国的坤哥我在连线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一个是移民，还有个移居，因为泰国他现在也是精英签，他那个也不是永居，所以他就是说，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样的，他的要求就是我现在要跑出来，那么只要跑出来，对于他来说，他认为说移民居其实我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可以了。那么至于其他事情，后面再说吧，也是这样。确实就像你说的，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有的时候选择也不多。对，所以我们反正先关注能做的。对，包括他那天也说到嘛，就是你弄个黄金签证什么，你可能你搞了身份你也不会过去。那你最终还是跟移居一样，不是移民，对吧？对，确实就你说欧洲的是吧？那小孩现在在那里读书，他适应吗？你们原来小朋友在国内是什么体里面？OK， 在国内呢，我们主要就是接受公立教育，因为那个时候的想法还是觉得说，他应该就是说自己脱颖而出他接受最正常的一般的教育就好了。但他实际呢，我说后面跟小孩的也有关系。因为小孩呢，他在学校呢，对他来讲他的学业负担他觉得是有点重，然后老师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我们
传统的教育方式，你像法钞啊，或者一篇文章，你一定要给我读出个中心思想。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也是让我们跟老师我太太跟老师有一些争执的是，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老师布置一篇作文叫20年后的家乡。我儿子呢，把它写成了一篇科幻啊，他就是说我这一觉醒来，20年后没有疫情了，然后怎么科技啊怎么变化？老师说读不出正能量，重写。那我太太呢，恰恰是上海市这个作文一等奖拿过很多次，又是新概念跟韩寒一起的那个一届，他也是一等奖。他作文特别灵光，他说这个哪里不好了，老师，这个你跟我指出来啊，你指出来我才能让他改。老师也讲不出，说反正就是不是很好。就这种事情有很多发生在英语教学啊，这个语文教学啊，就特别多。我们俩语文又都挺好的，就我们就也挺看不惯的。小孩呢后面就非常厌恶学校，早上说我能不能今天不去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按照成人的标准来看啊，我看如果我看到成人是这样的，我觉得他都会进入一种抑郁的状态，有点。对，我们这小孩这样不行，所以也是想让他换。那讲过来呢，过来以后倒真的是很快融入啊，就是出奇的好啊。但他自己来讲呢，他说他也经过一段适应的时间，毕竟过去人生地不熟啊，很多同学也不认识，然后语言呢也要相应的适应一下啊。但他实际还是现在我看啊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呢，他是现在在澳洲体系里边，他们的运动很多，他们这个学校呢资源很好，就挺大的，人很少，招生很少，所以呢，他们呢对学生的关注啊特别高。那很多人在选国际学校的时候呢，还在拿中国这套标准，就是说要 academic 怎么样？他们的这个学校呢，因为一方面是澳洲的体系讲究50%结果，50%过程，老师关注所有小孩的这个学习过程。第二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资源和人的比例来讲就特别好，所以老师整个 community 家长的参入，就家长也有很多的参与，非常团结。大家老师呢对每一个小孩的关注都很好，然后再加上他的教育方式呢，我琢磨啊，我觉得他是一种比较类似全人教育，就对小孩的就他不是光教你说学术成绩，哪怕他现在念初中了，念 middle school 了，没有课本。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很多朋友都来问我，就点赞特别多。我说今天打开小孩的书包一看，一块乒乓板，一个 iPad， 一壶水，走了没了。他们都因为中国的这个书包都很沉重，都是课本。对，中国书包是要拎的，那个拉杆箱要拎过去的。对，就不知道为啥这个给他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很多人都会跟我提起来。那就倒过来呢，我想他应该要看得出来，我们自己呢确实家长在成长，觉得说人家那么多体育，我跟我太太说啊，你不要小看体育也是学习啊，咱们俩体育这么差，你不觉得体育手动脚动，然后要思考，要团队协作，那也是种学习，那比课本难得多的学习，是种实践性的这个全方位的学习。他们学校还教 drama， 我说那这个演戏也是学习啊，这台词是文学，这有音乐。要团队协作，要服从，对吧？要排练，要毅力，那个也叫一种学习嘛。我们不要矮化了学习。这个他们也会教一些生存技能，比如说要出去 excursion 啦，要教你怎么缝纫，男生也要学怎么补衣服，未来去大学要的 preschool 肯定要的，那也会教这些什么敲敲打打的东西也有。所以呢，对他来讲他挺适应的。因为我儿子呢，我觉得他的数学的脑袋就一般啊，他的表达跟创造挺好的，他体育很好，在国内呢玩那个football，他还拿过 MVP 啊，现在这边玩 rugby， 然后他呢也是个 drummer， 音乐又特别好，唱歌好听，他那个打鼓也挺好，就参加学校的乐队，所以他在这里挺吃得开的，反正说挺适合他的。再讲这有些数学短板吗？我看6年级学的跟中国的3年级差不多，所以他说我是 A+ 啊，这个我还extended course 老师在让我上的，他也挺得意的，这挺好，就是我们呢就是觉得他开心就可以了。因为我是觉得几样东西嘛，第一，你看别人这么关心小孩没有错啊，就是说明我觉得他的这个教育是全方位的，是对的。第二，你看 outcome 也很好，最终人家不都说成绩单上写了好几十的都进了很好的大学，都什么前几个 band 都拿到了，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我们又不是这批里面这个特别差的，是吧？对，我觉得挺好，我们家长也轻松了。哎呦，这个我说他来这1年，我几乎没怎么管过他学习，就偶尔用谈话式的方法跟他问问，就是这个应该说他好，我们也好，这种状态。那是啊，因为国内小朋友真的是像你前面说到的，厌学的很多。然后我就因为很多朋友跟我年龄相仿，那么他们小朋友也差不多，
反正读到小学年级班高的，或者是有的是读到初中，那么都说基本上现在很多学校里面大概每个班都有就是注册在这个班里，但是其实已经是不能来上学的学生。所谓不能来上学就是那种反正厌学啊，或者说这种就是焦虑，或者反正就是精神状态有问题了，尤其是有问题的学的学校。这个我是觉得很有问题啊。当然我觉得算是真实情况吧，不管吐槽啊或者大家爱不爱听，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不都要上网课嘛，小孩子，那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历了，所以我就看他上，我就琢磨，我说我看起来一个好的老师，他至少要有3样东西：第一，他的学术能力好，他能够教会小孩家长关心的这个成绩上的东西嘛，大家不都要关心这个吗？第二呢，他要懂得教育，就我们现在在国际学校所接受到的这些东西，因为教育是全方位的，会把人教会做人。第三呢，他跟学生有很强的这种连结，像我们 HR 讲，那他要爱小孩。但很可惜呢，我们碰到的一些老师，我觉得3样都不具备。你说你的学术能力刚毕业没几年的老师一大把，那你还不如上网课的时候，我说你学术首先你不如新东方，你上网课你不如全市挑出来的那一个老师。第二2个你也不具备，你只关心你课上的，连小同学在后面讲话也不关心，把自己的课上完就好了。第3更谈不上爱小孩，课堂上就大发脾气摔东西，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这2天那个网上你看到那个老师吧，在哪里啊？是江西哪个老师？打学生，结果上了全网被那个网爆了。这个老师，但这种很可怜，我倒不是责怪老师，因为我们应该倒过来讲，说明老师承担的心理压力很大。但总之，我们自己小孩不愿意让他面临这3种。那我说这你三样东西都没有，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让他在学校接受这样的教育。如果他只有学术可以教，另外2个没有，但是教了不如新东方啊。人家老师还会给你对吧，插科打诨，给你很搞笑的这些题目做，小孩学的还快呢，你1周就学完你1个学期的东西了。不过你别说新东方这样的机构，他因为要市场化给你，所以第一他要让学生喜欢他，对吧？你的学生喜欢他，你才会报名啊。然后他第二他还要出结果的，他不出结果，人家家长不付钱的。所以不管从怎么样程度来说，人家是真的是市场化的那种竞争下来的。像学校里的老师，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在学校里做老师，我是学师范的。那我就讲给你听啊，我以前在大学里我是师范专业，但是在我大学里面没有一门课程教我们如何给学生上课的。能想象吗？有趣，真有趣。我是师范专业的，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老师。所以我们以前怎么教书的，就是你肯定碰到过的呀。你这个学期上课后面多了2个年轻人坐在后面，实习老师看着那个老师上课一样画葫芦，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等于是 copy 那个老老师的上课方式。那我不知道现在的师范有没有这种教那种师范生如何给学生上课的这种课，但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的。我们也有什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但那种课对于我们来说是副课，有点像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种课，就是公共课上完以后结束了，不是主课。很有趣，这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好有趣。体系里面，我教书教了2年半。那我在这边接受到的国际教育啊，我觉得是相反的。如果说在中国呢，比较或者我们讲大而化之一点啊，东亚的教育通常比较注重学术教育的话呢，它这边就恰恰相反。因为没有课本，我们存心的挑战式的问校长说为什么没有课本？他说因为我们不想教机器人啊。你看所有的国际学校，我这边看了几所了，他的 slogan 都有一条，就是说我们培养的是 global leader。那么 leader 要的是什么东西，他会往那个方向去教。他们呢，我认为啊是有过认真思考的。比方说，我儿子他所在的这个学校，他不叫他们 student， 他叫他们叫 learner。校长呢，他有一套理论，他说什么叫 learning？ 他说 learning is a sequence of thinking。学习是思考的结果。所以他说我们会挑战他，我们会让他们做项目。他说我们会给他们机会犯错，没有错误，只有反馈啊。那他犯错的时候他就学了，挑战的时候他就会去思考了。思考的结果就是学习，那我们给孩子就是学习，有一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看英国那种 college 制度，还有看一些比较传统的，比方说在 Boston 那个区域，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啊，叫 Holdovers 滞留生，他那个老师就是这样，所以老师跟学生呢在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他好像没有那么多学生，但他方方位位的好不容易的捏出一颗学生，
这个一棵大树，一个学生呢，他们都很为他骄傲，把他的名字写在墙上，会记住他们。好像是这样的，就他们的不在于数量，不在于说一个标准的方法，而是呢，就是他把这些理念都加上学术都给了他以后呢，以他们为荣，让我感到有一种这种感觉哈。我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呢，我们好像比较单一了，就是某一种元素比较多，它呢是一个复合维生素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这个说的才是应该是正常的教育。我们这里呢，其实老师也知道，家长也知道，官方也知道这个教育不是正常的教育，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所以那你说你作为一个在这里面的个体，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你要选择什么？对吧？那后来我想想说，我自己从我大学毕业那一天开始，我就被人家就一直叫我老师。那现在我年纪真的老了，人家也不叫我老师，叫我大师了。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做这个教育培训这个事儿。我想了半天，说我觉得不能把小孩放这里，我最终还是对，所以这是我的初衷。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这个也是跑出去，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对，我们也是因为小孩不开心了哈，不然我们还是比较愚钝的，倒没有主动说我要给他什么。这个我们自己也确实缺乏思考，只要他不开心了呢，想让他换一下，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国际学校的教育也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没有到不开心，因为至少我那个小时候，我女儿那个还是中班就走了。反正中班那个时候呢还算开心，所以我女儿。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啊，说你知道吧，中国小朋友现在像你这样的多苦，他没有概念的。因为幼儿园的时候呢还算开心，所以他不知道说他在中国的同龄的他以前那些学生，什么现在晚上什么做功课要做到什么10点钟、11点钟，我们简直不能想象。对，幼儿园教育是在中国啊，它是最好的教育，我觉得，因为他们不遵循一套标准的东西。我知道，我们家里有人在从事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然后我会发现，普遍老师也好啊，园长也好，他们对小孩都是比较有爱的，但是一到小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可能还不如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大家不要不开心，我的感受是这样。这个学校里的老师也没办法，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是，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做过老师，我以前我也做过学生，就我们那个年代，你要想想看，说师生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经常有这种事情，就比如说毕业 N 年了，我们还会去看我们的老师这种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说现在的小朋友，他毕业 N 年以后，他会不会再去看他当年的班主任？就说我有一个同学，这一次是他等于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现在是在上海的一个还不错的学校做语文老师，然后呢，也做班主任。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他现在除了学校教室里面有监控，他说他自己买了一个监控放在教室里面。为什么？他说那个监控，他买的监控只拍他自己，因为他说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你说不清楚。你没有监控说不清楚，虽然教室里有监控，他说，但有的时候教室里监控正好没拍到我呢。所以你看，老师跟学生之间，他已经是那种，就说我要用一个监控来保护我自己，就像医生和那个病人现在也是一样的。医生和病人就是医生要保护自己，说我给病人开药什么，我先要想好，说这个事情我没有任何责任，所以病人来了，我就该做的检查不该做的检查我先做掉。所以你看啊，老师和学生、医生和患者其实是最需要信任关系的那种一对，但是现在这种就完全没有信任关系，所以这就是怎么说很悲哀的事情，对吧？你患者不信任医生，你怎么看病？学生你不信任老师，老师你不信任学生，你怎么教书啊？天哪！对，这个确实是，所以就希望大家自己去。看嘛，要自己去思考，不能假定什么都对或什么都不对，然后自己去选。就好在我们多少还有一些选择的自由。是不错，跟你聊的这个蛮开心。你看我们一聊已经聊了有1个小时了，超过了。
啊，估计这个视频我们晚点直接传到网上，可能是我做 YouTube 以来最长的一个视频，而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看到这里啊，就因为我们两个老男人，对吧？加在一起80多岁，然后也没有任何颜值可观赏性，就靠2张嘴。如果真的是看到现在1个小时的啊，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要么是吃饱饭没事干，要么你就被威廉所吸引了，要么就睡着了，对吧？你不能，否则没法解释了。就是你只能说你吃饱饭没事干了啊，我只能这样理解。是那个，要不差不多吧？我觉得是威廉非常感谢你这个很好的谈话，而且其实我们之前有打过电话，但是像这样深入的交流，其实是今天就是第一次，而且我们也没有剧本。也没有采访提纲，也没有就是完全即兴，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在讲话，我也插进去了，但反正我觉得说还聊得蛮好啊。我们就需要这种真实吗？对，我觉得真实很重要。所以再次还是我们要这个跟大家说说，因为这个视频会在我的频道里面上线，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威廉的频道大马生活家啊，我们也欢迎回头再来我们的频道。包括网友，你如果看到这里啊，你有什么想要对威廉说的啊，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相信威廉也会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啊，网友的留言，对吧？这个不管你是捧他的，你是踩他的，或者你有不同的想法都可以，觉得没问题吧？都欢迎，都欢迎。对，要结束语要跟大家说说的。我们自己啊做 YouTube， 其实和做一个公司一样啊，我们甚至于有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给别人在异乡生活的勇气，因为我们发现刚才讲的这么多都是关于选择，而选择呢，你是理性的，是大脑皮层的思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缺的就是勇气，需要脑子里突然一热所迸发出来的那种勇气来推动你才会改变嘛。好像阿德勒讲的被讨厌的勇气，那也是你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希望我们两个人的谈话啊，或者你来看我的频道，你对马来西亚的了解啊，你对韦大师讲的在中美的生活，能够突然生发出一些什么，让你感觉说，我这个是不是楚门的世界啊？我想改变一下，那我们就善莫大焉啊，就是这样。对，好，谢谢威廉。这个今天是礼拜五，那么我们也祝你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好，谢谢韦大师，谢谢大家，谢谢，拜拜。